这部电影被誉为华语电影史上的沧海遗珠。24年前在国内上映时无人问津，却在日本狂揽8亿打破纪录。它就是上映于1999年的《那山那人那狗》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湖南乡间，儿子高考落榜，父亲正巧被邮局辞退，于是儿子就接过父亲背了几10年的邮包，自称副业成了一名湖南山区的乡邮员。正式上岗的前一天晚上，不放心的父亲将儿子已经整理好的邮件拿出来又重新整理一遍，因为担心儿子不熟悉山路，父亲还为他绘制了一张纸质地图，来回一趟共有223里路，步行需要整整3天。第一天我要是能多走点，没准2天就能赶回来。干上了就不是1天2天，3趟5趟。儿子闻言点了点头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背着邮包出发了。可那条跟了父亲几10年的狗却不愿意跟着一起走，儿子见其不听使唤，只好一个人孤身出发。但父亲却怎么也不放心，思量之下决定陪同儿子走一趟。临行前，母亲再三叮嘱：路上小心，别喝脏水。妈，你回去吧。妈妈的，叫得亲。此时的村庄还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中，两人一狗踩在青石砖上渐行渐远。由于父亲常年行走在油路上，能回家陪儿子的时间少之又少，所以父子俩并不熟悉，一路上连话都没有。儿子人高腿长，快步在前面走着，矮小的父亲只能加快脚步跟在他身后。到了上山的路，儿子逐渐有些吃力起来，头发也被汗水浸湿。父亲见状，则是叫住狗子：“老二，跑慢点儿，他还没走惯呢。”这是从出发到现在父亲开口讲的第1句话。然而父亲的关心，儿子却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不久，迎面走来了2个上山砍柴的路人，没走过山路的儿子踉踉跄跄的，不知该如何让路。父亲见状，则是提醒儿子：“再遇见人呐，向右侧身。”儿子按照父亲说的试了几遍，越往上走背包就显得越重。他这才意识到这份工作的艰辛，实在难以想象自己要背着他走3天。但独属于男子汉的尊严，却让他始终没有开口提休息。想到父亲这些年背着邮包走了这么多遍，自己怎么能先喊累？好在父亲看出了儿子的疲倦。老二，咱们歇会儿啊。儿子这才迫不及待地将邮包放在地上。父亲见状，告诉他一定要慢放，邮包里的信件承载的都是在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，也是父亲大半辈子的心血。坐下后，父子俩同时开口问对方累不累。儿子露出一个干净的笑容。父亲这时轻揉着腿打破沉默，他分明才41岁，还可以再干几年，但局长却以他的腿伤为由将他辞退了。这蜈蚣也吃了，叫鸡公也吃了，花了局里边那么多钱，他怎么就不见效？局长不是说了吗？你退了休一样可以治病。我不是在说治病，你就是在说治病吗？在儿子看来，父亲丢掉的只是一份工作，可在父亲看来，自己丢掉的却是与大山里人们的联系。刚出社会的儿子显然无法理解父亲话里的深意，也怪两人平时交流的太少。父亲只好终止了这个话题，给老二喂了几口水后，两人接着上路，只是依旧相顾无言。回想起小时候，那时候父亲1个月左右才回家一次，每到这天，儿子都会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。他不是不想父亲，只是这份陌生感让他害怕与父亲相处。尽管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他带新玩具，他却连爸爸都很少叫一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儿子一回头才发现父亲和老二都没有跟上来，一股不祥之感油然而生。他赶紧放下邮包回去找父亲，却只找到了傻愣愣的老二。儿子有些慌神，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。没过多久，父亲便拄着拐棍姗姗来迟。然而望见儿子居然丢下了邮包，父亲顿时大发雷霆。这是儿子第1次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。虽然邮包很快便找到了，但父亲还是严厉地告诉儿子，以后绝不能让邮包离开视线，这是每个乡邮员都必须遵守的规矩。不久之后，两人来到了山里的第1个村庄。父亲常说，山里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，几天不见自己却不行。所以刚踏进村子的时候，儿子还以为他们的到来会引起不小的轰动，就像电影里那样，大家围上来接过期盼已久的来信。然而事实却是，村民们都在各自忙碌着，等待他们的也只有一座破旧不堪的村委会老宅。父亲熟门熟路地走进去，像主人一样泡了一壶茶。听到老二叫声的村长很快便跑过来了，父亲则高兴地向他介绍自己的儿子。我儿子哦，以后这条邮路啊，就由他来跑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秘书。村长还以为父亲是要升迁当局长了，而父亲则委婉地告诉他自己是退休了。村长闻言十分为父亲不甘，因为来这里当医生或老师的，干了几年后都成国家干部了。父亲千辛万苦地跑了几10年，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捞到。然而父亲却没有丝毫抱怨，似乎对功名利禄早已看淡。趁着村长前去取信的间隙，儿子也为父亲打抱不平。局长虽然知道父亲的辛苦，嘴上也说着要慰劳父亲，谁知一转头就把父亲给辞退了。那乡里村里的也不给你写封表扬信？写是写过，
我没让发，哪里有自己给自己投递表扬信的？再说，谁又表扬他们了？在山里行走了几十年，这山里生活的辛苦，父亲可谓是深有体会，所以他从不在领导面前叫苦，还教导儿子也不许抱怨。取过信后，两人起身前往下一个村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村民们却全都围了过来，想象中的画面突然变成了现实，这让儿子有些不知所措。来看你的，看我干嘛？没见过你吗？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是等着人家欢迎你吗？是。直到走到村口，儿子才意识到，这些人其实是来为父亲送别的。望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村民们都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，而父亲从始至终都没有回头。可儿子却清楚，他才是最不舍的那一个。这一刻，儿子终于明白了，父亲为什么会婉拒那封表扬信，因为村民们的不舍和依依惜别，已经胜过了任何辞藻华丽的表扬。前往下一个村庄的途中，儿子从一开始的沉默寡言，变得开始主动找话题和父亲说话。他明白了，只有了解大山，了解这些村民们，他才能真正的理解父亲。在这山里，走好几里地也见不到一个人，就是神仙也闷死了。不闷，神仙能腾云驾雾。山里人干嘛要住在山里？因为他们是神仙的后代。再次翻过了几座大山后，父子俩来到了新的村庄。父亲叮嘱儿子，信件依旧是统一送到村委会，不过有几家特殊的需要亲自送到家里，例如双目失明的巫婆家。父子俩进去时，巫婆正坐在门口发呆，他听到老二的声音就知道是父亲来了。父亲从包里掏出一封空白的信递给他，巫婆郑重地接过去，抚摸了片刻，将信封里的10块钱放进怀里，然后又将信递给父亲，让他念给自己听。儿子望见这一幕有些不解，事后父亲才告诉他，原来早些年巫婆的儿媳难产去世，他含辛茹苦的好不容易将孙子养大，要说这孙子也是有出息，成了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。可哪成想他自从去大城市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甚至就连自己父亲死时都无动于衷。巫婆因为思念孙子哭瞎了眼，父亲见他总是坐在门口等着来信，所以每次来时都会带一封空白的信件，然后有模有样的为巫婆念信。奶奶您好，您的身体还好吧？眼病没有犯吧？腰疼也好了吧？问了多少遍了？虽然每次编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话，可巫婆却听得很认真。父亲这时突然将信递给了儿子，让他代替自己接着念，或许就像继承自己的职业一样，父亲也希望儿子此后能够将念信的任务继承下去。您一个人住在山里面，真是不容易，特区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，真应该接您出来看看，让您安度晚年。听到这里，巫婆眼里泛起了泪光。她说听到儿子的声音，就像听到自己孙子的声音一样。念过信后，父子俩起身告辞，而巫婆则依旧坐在门口，不舍得向两人挥手道别。儿子在这一刻才明白，原来邮递员传递的并不仅仅是信，还有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思念。出门在外的人有很多原因顾不上家，倒是家里的人更牵挂他们，这让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由于父亲常年在外，等候在家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另一个巫婆？小时候，我很爱看我妈笑，可只有在3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妈笑得最开心。我妈老说我爸在外面苦，从不怪他，就像巫婆对他的孙子一样。父子俩继续前行，路过一片麦田的时候，两人遇到了一名侗族少女。一见到老二跑过来，对方就蹲下身子，温柔地抚摸着她。而望见女孩清澈迷人的笑容，儿子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。随后他们从女孩的口中得知，原本前2天村里有人要举办婚礼，可得知父亲要来，便特意将婚礼推迟到了今晚，为的就是能请父亲喝杯喜酒。很快夜幕降临，村里的年轻男女都穿上了特有的民族服饰，众人围在篝火旁载歌载舞。看着儿子和女孩欢快的舞蹈时，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也让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。那是一个泥泞的雨天，父亲在山路上遇到了放牛的母亲，他被困在雨中寸步难行。父亲见状便牵着牛把母亲背回村里，村民们都在关心牛，只有父亲在看母亲。后来父亲就把母亲娶回了家。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父亲1个月才能回家1次，夫妻俩聚少离多，母亲常常饱受相思之苦，而且家里的大小事都得他一个人来扛。父亲知道自己愧对母亲，或许能早点退休也是好事，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妻子。不胜酒力的父亲在回忆中沉沉睡去。第2天一早醒来，他看到儿子和侗族少女一起在厨房里做饭，两人嬉戏打闹的模样，就好像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。在村里吃过早饭后，父子俩继续出发。路上，父亲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每次进山啊，只要看见他，就想起了你。我在心里边说，不定哪天要是我儿子看见你啊，一定会迈不动步的。”
知子莫若父。儿子嘴上虽然没有承认，心里却是不禁泛起了涟漪。这时有一辆汽车从山下驶过，儿子不明白，既然有些山里已经通车，父亲为何还执意要徒步前往？可父亲却说，有路就是有路，该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可像这种没有人家的地方，我们根本没必要这么走。这么走踏实，有准头。你以为公路上的汽车都是给你预备的？父子俩各执己见，说的话也各有各的道理，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。在途经一条大河时，为了能少走8公里的山路，很多人都会趟过河水，但想到河水冰凉，父亲又患有腿疾，儿子便让他不要再下水了。你别下水了，有我在，你就不用再下水了。我走惯了，也不在乎这1次啊2次的。你呀，就享受一回吧。说完，儿子就将邮包举过头顶走到对岸，然后又折返回来背父亲。过去他总觉得父亲高大伟岸，可背到背上才发现父亲竟比邮包还轻。父亲似乎也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。他趴在儿子的背上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或许大多数中国父子都是如此，他们羞于用语言来表达情感，所有的爱都体现在行动上。抵达河对岸时，父亲已是泪流满面。为了不让儿子察觉，他赶忙将脸转向身后。两人坐在河边休息时，老二捡来了几根柴火。儿子不明所以地问这是干什么。他弄了柴来让你烤火的，我每次在这儿都烤一烤。我用不着，咱们还是赶路吧。烤烤吧，老二的一点心意。父亲说的轻描淡写，但又何尝不是他的一点心意？随后他转移话题似的问起儿子脖子上的疤是怎么来的。父亲不提的话，儿子早就忘了，是他15岁那年下地干活时不小心被梨划伤的。父亲问儿子为什么不告诉自己，儿子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不想让父亲担心。两人谈话间，父亲不禁回忆起儿子出生时的事。那时他正巧在跑外线，3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儿子临产前，母亲给他写了封信，父亲给人送了1辈子信，唯一收到的一封就是儿子出生的喜讯。当时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把1个月的生活费都拿出来请客。儿子这才知道，原来父亲并非不爱自己，只是他有自己的事业要做，所以才会在过去的20年里频频缺席自己的人生。如今自己也走上了父亲走过的路，才终于理解了其中的辛酸与不易。爸，该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爸，该走了。老二听见了吗？他喊我爸。由于很少从儿子口中听到这个称呼，父亲一时间竟不知是心酸还是欣慰，但他脸上还是露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容。两人继续前行，路过一段崎岖陡峭的山路，就连老二都不能轻易地爬上去。儿子正有些不知所措，这时竟有人扔下来一根绳子，父子俩抓住绳子往上爬。中途儿子不小心踢下来一块石头，差点砸中了父亲，然而父亲却没有责备他，只是提醒他小心点。上去后，儿子才发现扔绳子的是个半大孩子，对方名叫车娃。父亲让他下次别来了，谁知车娃却说，我爷爷说了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我爷爷说，你为我们滚下山1次了，不能让你再为我们滚下山1次。你爷爷老糊涂，告诉他，以后是我儿子登山了，不用你来等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你为我们滚下山1次了，不能让你的儿子也为我们滚下山1次。儿子这才知道，父亲曾经还发生过这么危险的事情，可他却从不在家里说这些。他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让他们母子担心，所以儿子并没有在车娃面前表现出过多的在意，而是随口与其闲聊起来。车娃很想上学，但由于学校离家太远，父母担心他走山路危险，所以就让他辍学了。不过车娃心里却很不甘，仍旧期望能回学校。他说自己如果能上大学，最想读的就是新闻系，这样就能将大山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。车娃走后，儿子才问起父亲滚下山的事。原来父亲竟在山下昏迷了1天，好在全村老少都举着火把出来找他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儿子这才知道父亲走的这条路有多艰辛。这时山野间却响起了车娃的声音，大哥，爷爷，我在这儿，我收到了成绩单，3门功课，我得了2门优，1门良。我的作文被老师推荐给报社了，老师正要退回我的学费，老师说供我到毕业，老师还让我多多的采访，下回你们再来，我采访你们。转娃，一言为定，快回去吧。儿子由衷地替车娃感到高兴，父亲却一脸落寞地说自己没有下次了。看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，儿子的心里很是难受。两人行走在山间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说话。不久后，两人在山间听到了一阵嘹亮的歌声。父亲突然问儿子是不是喜欢那个侗族姑娘，儿子没有否认，但他却告诉父亲自己或许不会娶对方，因为他不想让其像母亲一样独自离开山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等待。小时候，妈老给我讲山里的事儿，我就问他，山里人为什么要住在山里？
你妈怎么说？妈说，山里人住在山里，就像脚放在鞋里面，舒服。父亲的眼眶逐渐湿润，他这才意识到这么多年妻子有多不容易。晚上两人在一户人家落脚，一起泡脚时，儿子再次问起父亲。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山里，除了山，没有别的。谁说没有？想头也叫理想，越苦越有想头。人有想头啊，就什么都有；要是没有想头，再好的日子也没滋味。儿子听后若有所思，父亲的话让他久久回不过神来。晚上睡觉时，儿子毫无防备地靠近，让父亲倍感欣慰。他们父子二人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从未交心，但这3天的游路却让儿子真切地体会到了父亲的一生。他理解了父亲，同时也踏上了这条艰辛而伟大的路。和父亲一起踩过的每一个脚印，此后便仿若他的一生。回到家里睡了一个晚上，儿子便背上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邮包，一个人独自上路了。老二起初不想离开父亲，可父亲却执意将他推了出去。影片的最后，儿子与老二一人一狗孤独地行走在大山里。或许乡游员这个职业算不上伟大，但他们的邮包里却装着在外的游子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。他们仅凭一双脚无数次往返于山路间，将这份思念逐渐抚平。对于即兴的人来说，他们的每一步都极其有意义。那山那人那狗上映于1999年，影片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，没有生死离别的情节，仅有一座山一条狗父子俩。现在看来可谓是单调的不能再单调。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略显平淡的电影，却在多年以后深受好评。我想或许正是影片中的那份质朴，才让人如此感同身受吧。影片中的大山，如今看来就宛如一片世外桃源，与来自都市的喧嚣浮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就如影片开头，儿子觉得只要走得快些，就能2天走完这些山路，可父亲却告诉他，只要背起邮包，那可就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其实走得快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能否坚持到底的决心。而影片的最后，儿子也终于理解了父亲，他背起邮包再次上路，开始真正脚踏实地地接过父亲的工作。但其实现在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，理想家越来越多，梦想家却越来越少了。但其实人生就像一场旅程，有时候适当放慢脚步，才能欣赏到沿途的美景。